在品牌的幕后空间，氛围有些与众不同。工作人员常常戏称这里是黑猩猩聚集的地方，因为每个人都像是忙碌、专注而灵巧的工匠，手里握着不同的工具，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。这样的场景与明星镁光灯下的光鲜形成强烈反差。肖战走入其中，他并没有因身份而表现出任何的疏离，反而像一位安静的观察者，融入这个充满工艺精神的氛围。他的眼神专注，仿佛在倾听每一个细节的呼吸。这里不是舞台，而是品质的源头。Toth Specialme 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材质，更像是一种灵魂。肖战凝视着皮革，指尖轻抚那独特的纹理，每一次触碰都仿佛在与材质对话。细腻、柔韧、温润，这种感觉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美感，而是一种触感与情感的共鸣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似乎在揣摩，这种材质背后究竟需要多少工匠的心血与智慧。而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感受，让人明白，品牌的价值不仅在外表，更在于对材质灵魂的尊重。很多人觉得皮革是冷的，但在肖战的手中，皮革似乎被赋予了生命。他轻轻触碰，感受其中的张力与柔和，仿佛那是一场人与物的对话。指尖之间传递的不只是温度，更是一种与工艺连接的默契。他时而低头沉思，时而抬头与工匠交换眼神，像是在确认某种共同的信念。真正的品质必须在细节里存活。这样的互动不仅仅是观察，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解。当工匠们向肖战展示制作过程时，他没有浮于表面的称赞，而是认真的追问，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处理？为什么这个细节不能忽略？这种刨根问底的态度让工匠们露出会心一笑。他们知道，只有真正理解工艺的人，才会在乎这些细微的差别。肖战的提问像是把观众的心声说了出来，也让工匠们重新体会到自己的坚持意义所在。每一刀，每一缝，都不是简单的步骤，而是工艺灵魂的印记。品质是什么？是外表的光鲜，还是内里的坚韧？肖战在与工匠的交流中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答案。真正的品质，并不是短暂的视觉冲击，而是时间打磨后的持久力量。Toth Specialme 的材质能够在岁月中依然保持独特的质感，这本身就是对品质最好的诠释。而肖战在这一刻，仿佛与品牌形成了某种精神契合，表象的美固然动人，但内核的坚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肖战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品牌代言人的位置，而是像一个求知者，认真聆听，不断追问。他的谦逊让工匠们感到意外，也让对话变得更有深度。工匠们用专业的语言讲述每一道工序背后的逻辑，肖战则用感性的眼光解读工艺中的温度。两者之间的碰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鸣。那一刻，舞台上的光环褪去，只剩下对品质的纯粹追求。当艺术与工艺相遇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肖战的观察力和感受力，让品牌在他身上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。他并不是单纯的代言人，而更像是品牌灵魂的诠释者。他用眼神传递材质的温润，用言语揭示工匠的坚持。这种跨界的理解，使品牌不再只是一个符号，而是一种情感，一种态度。肖战的存在，让工艺走出了工坊，走进了观众的心中。在娱乐圈的喧嚣中，肖战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冷静。他懂得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短暂的热度，而在于长期的积淀。品牌的幕后探访，让他再次体会到这一点。皮革的纹理就像人生的轨迹，深浅不一，却都记录着独特的故事。肖战在其中看到的，不仅是材质的美，更是人与人之间对真诚、对细节的追求。这种真实，比任何华丽的舞台都更打动人心。对于观看这一幕后故事的人来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细节决定高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追求速度与效率，却忽视了品质的根基。肖战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值得珍惜的，不是浮躁的光环，
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坚持与灵魂。当我们愿意静下心来，认真触摸生活的纹理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品质的厚重感。这场幕后之旅不只是一次品牌探访，更像是一场灵魂的对话。肖战在工匠的世界里找到了与自己艺术道路相通的那份执着，而品牌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超越代言的力量。观众在观看这一切时也会被深深触动，原来真正的美是由时间、细节和心血共同雕刻的。代言对明星与品牌来说，从来不是一纸合同那么简单。肖战在幕后与工匠的对话，正把一种被看见的温度注入品牌叙事。观众不再只消费一个面孔，而是在消费他对工艺的尊重、对质感的敏感与对历史的敬意。这样的代言是情感投资，明星用自己的审美和表达去放大品牌故事，品牌以真实的工艺反哺明星形象。两者交织成一个闭合的情感回路，粉丝因肖战更关注工艺，消费者因工艺更信任肖战的眼光，商业价值因此转化为长期信任，而非一时热度。尤其在当下信息嘈杂的时代，这种可信度比短期曝光更值钱。肖战在工坊里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流露的每一次专注，都会被镜头放大，被社群讨论，进而成为品牌长期叙事的素材。品牌需要的不只是代言照，而是这样一段可以讲述3年、5年，甚至成为品牌博物馆展品的幕后故事。肖战并不是被动出镜的标签，他成为了讲述者与守护者，帮助品牌把物的价值延伸为情感的资产。真正高品质的皮革不是用来炫耀的快消品，而是和时间一起生长的伙伴。Tall Specialme 材质在肖战的指尖展示中，不只是纹理与触感的显现，更是一种时间的可视化。每一道抛光，每一次缝合都记录了工匠的呼吸节奏与匠心抉择。这样的材质会随使用而出现包浆、凹凸，反而更显个性与历史。品牌若能把可持续使用、可修复、可传承的美学融入传播，就能与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深度共鸣。他们渴望的不是短暂潮流，而是能陪伴多年，甚至可传世的物件。肖战在镜头前强调材质的耐久性与修护可能性，这不是宏大说教，而是对消费习惯的一种温柔引导。选择一件好物，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。品牌若能顺势推出修复服务、材质养护说明，或与粉丝共创岁月样本，就能把产品从单次购买变成长期关系的纽带，让消费变成习惯与信仰。当明星用镜头把工匠的细节放大，观众获得的并非纯粹的品牌信息，而是一次审美与文化的启蒙。肖战在工坊里耐心聆听、反复试探材质的举动，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行为，教会年轻观众如何看、如何摸、如何判断真的好物。媒体可以把这种幕后片做成系列短片，每集聚焦一道工序、一种工具或一个匠人的故事，让观众在碎片化信息流里重新学会慢看慢选。这种教育式传播既能提升品牌溢价，也能提升公众对传统工艺保护的意识。更深层次的是，它能改变消费美学，从追求即时感回归到注重物品的制造过程与意义。肖战在其中扮演的不是教条式的权威，而是具有好奇心的引导者。他的疑问与惊喜，比任何专家讲解都更能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与模仿欲，从而把工匠精神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一段幕后探访视频的流传速度，往往取决于社群的放大机制。肖战粉丝会放大每一个温暖细节，一丝诚恳的眼神，一句真挚的发问，都可能成为热议话题。同时，媒体与非粉群体会更注重事实与专业性，讨论工艺真伪、材质来源与价格策略。品牌在这场舆论博弈里既有机会也有风险，机会在于真实能被验证时，口碑呈指数级增长；风险在于任何细节被质疑时，质疑也会被放大并成为负面循环。因此，透明与互动成为关键，公开材质来源，展示工序流程，回应消费者疑问，能把不确定性变成信任增长点。
肖战的角色能促进这一透明化进程，但品牌也需要制定长期的社群策略，把粉丝能参与的点做成参与式传播，把质疑当作改进的契机，而不是回避的麻烦。当代代言不再是简单的出镜拿钱交易，更多走向共创共赢的深度合作。肖战与品牌的互动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，他在工坊里的每一句建议都可能成为线。